那今天住的这家饭店，我真的很推荐，因为我真的蛮喜欢的。真的很特别，这里我还蛮喜欢的。你们的帘子好多。我来到了深圳了，嘿嘿嘿，我是 Lex 雷克斯，今天带你们到深圳。这次是我第一次来到深圳嘞。那这个旅程呢，会包括前往深圳还有厦门这2个地方哦。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的频道，欢迎你，我是雷克斯。前几集呢，我有去了东京、曼谷、香港等等的影片，想要跟我一起去玩的话呢，那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哦，顺便订阅我的 IG Lex is Sleepy。这个旅程里面，我下载了5个我觉得超级实用的 APP。那有了这5个 APP 呢，我的中国旅程真的是通畅无阻我会在影片的中间介绍这5个 APP 哦，记得留守到最后 OK。到达了深圳国际机场啦。那从机场前往深圳的市区呢，有几个方法啦，就包括地铁啦，然后机场快线，还有出租车、网约车都有。如果你要搭地铁的话呢，那只需要搭11号线就可以直接到深圳的市区啦。如果你想要立刻从深圳机场前往到香港或者澳门，这里也有直通巴士哦。那我在机场的网站上面看到他们这个香港跨境的巴士，终点站呢有香港九龙啊、湾仔、上环，然后香港国际机场、迪士尼都有早上8点半就能够开始乘搭了。价格方面呢，大概是120到170元左右。那我一出机场的下一站就是前往我们的饭店，所以呢，我就选择了乘搭滴滴。那因为我觉得这样子比较方便啦，不用拖着行李走来走去。我打开了支付宝的滴滴出行，然后叫了网约车。我选择的是网约车 B 区。那我在网上面听说这里 B 区域比较好啦，就会看到一个非常友善的工作人员站在往下的手扶梯前面。那你只需要告诉他你乘搭的车的车牌号码，让他输入进去这个 monitor 里面，因为他们只能允许这些被输入车牌号码的车子进入这个区域。接下来你就乘搭手扶梯下去，坐在这里慢慢的等待你的车子来接你啦。到达了我这个行程所住的深圳饭店了。那这个饭店的位置是在非常热闹的地点景田区，它坐落在一个以妇女儿童作为对象的建筑景田妇儿大厦的里面。他们的大厅 reception 就在28楼。那你一进去的时候呢，就会发现大厅其实还蛮明亮的。那这里呢有让你免费喝的茶，那我印象中很像是红茶。那另外一个我就忘记了。那前台的服务方面呢，我就觉得还好，但是他们的 manager 就非常非常的热情，这点让我印象非常的深刻那这里还有一个小小的工作小空间，就是方便让你突然间想使用电脑做视像会议 video call 的地方吧。那大厅的隔壁呢，就是一个餐厅，那也就是我们吃早餐的地方了。那我主要选择这个饭店的原因呢，有2个。第一个是因为它的地点，第二个呢是因为它是一个蛮新的饭店啦。那我订这个房间的时候呢，发现它有很多儿童主题的房间蛮可爱的。但我觉得小孩子应该会蛮喜欢的哦。我来到了深圳了，那今天住的这家饭店，我真的很推荐，因为我真的蛮喜欢的。一上来就是它是一个 shopping mall， 然后它的 reception 就在28楼。reception 在28楼，然后吃的地方就是一个餐厅也在28楼。然后呢，他的住的地方就是在20楼到28楼之间。So far 感觉不错，就是从 receptionist 就是还不错啦 ，service 还不错。我超喜欢这房间。你看，它首先它是独立分开、干湿分离，这点一定是个加分了。超干净。然后这是洗手间 ，Hello，
这里有提供，这个是牙刷之类的，它都包好了，这样子看起来很整齐。好，洗手液 ，body lotion 也有这个灯光还不错。这是晾毛巾的，这个超贴心，我觉得这个超需要的，特别是每一次洗完澡的时候不懂挂哪里的时候，挂这里就对了。洗冲凉的 ，OK， 该有的都有，咚。Rain shower， 这里有个全身镜，嗨，衣架。这里有个小冰箱，这里有一个体重机。小冰箱看里面有什么哦。这是免费的，很好。这里有水，一些茶，大电视。那我这个是2个床，看一下它的这里插座都有，所以很好。再看看这里的景吧，一个 city view， 这是20楼，看下去，这是景田区，下面就是地铁站，所以我觉得这是超方便，而且我选择这个饭店的其中一个原因。整个感觉非常舒服。这个是什么？然后这个，所以这是自动的。这个有加分哦。2个枕头，这很好。再看看这边，还有2个小拖鞋，擦鞋布。好，等一下穿这个。这个饭店暂时给我的感觉是很新，我觉得应该是今年才刚刚营业吧。然后整个感觉就是非常的新，还有一些装修的味道。然后整个设计也很舒服，非常的 homey， 非常的很像在住家住的感觉，所以我觉得还蛮推荐给大家来这边住加上它的地点其实还不错，就是有2个地铁的火车线都会到达这个地方，然后从这里去福田也大概只需要2站，所以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对了，前往中国之前呢，记得先下载几个我觉得非常有帮助的 APP 耶。那第一个就是支付宝，那马来西亚的朋友也可以使用 Touch and Go。那我在支付宝里面呢，可以叫滴滴出行，就很像 Uber 还有 Grab Car 一样啦。那这点超级无敌的方便耶。那我在这边呢，叫车还有支付大部分的费用呢，我都是使用支付宝。那另外一个支付的 APP 呢，也是可以使用微信支付，有些餐厅的 menu 呢会直接使用微信，就是你扫描了他们的菜单之后呢，然后就可以直接在电话里面看一看菜单，然后直接用微信去支付。第二个就是高德地图 Google Maps 呢，在中国真的不怎么能用那另外一个你可以选择就是百度地图，那有了这些地图呢，你就可以大概知道可以使用哪些交通工具到达你要去的地方啦。
第3个就是大众点评，这个就很像我们常使用的 Google Reviews， 在这里呢，你可以查一查你想要去的那一家餐厅的 reviews 呢，然后他们的 APP 里面呢有很多的套餐，你可以去抢购，而且都还蛮优惠的。它可以根据你所在的位置，然后让你知道附近大概有什么可以吃的，然后再点进去看一看里面的点评吧。虽然我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啦，有些点评。接下来就是中国铁路12306的 APP， 那在这边你需要实名认证，然后就可以买到他们的官方火车票了。你也可以透过 Klook 去购买他们的火车票。那我这一次呢，在这个 APP 里面买了从深圳前往厦门的火车票。那你有了这些 APP 呢，你在中国的旅程就能非常的顺利了啦。这整个大厦给我的感觉就是非常的色彩缤纷 colorful。 那这座大厦有很多为小朋友专设的设施，那有自然艺术馆啦，然后有图书馆，还有儿童探索馆等等等等。那这里附近呢有很多吃的，有星巴克，也有 Lawson， 然后一些中餐厅，麦当劳还有 KFC 都在附近。那我觉得如果想吃点东西的话，这里完全没有问题。那这里附近就有很多吃的了，然后这里也有一个非常方便的果汁店哦。喜欢影片的话呢，不要忘记按赞和留言给我 ，OK？ 那你的留言能够让我更有动力哦。好啦，现在前往深圳人气非常旺的南头古城。那为了节省时间呢，我们就叫了滴滴出行，然后前往这个南头古城。这里其实也不算大大概走半天就足够了。那在前往这个古城门之前呢，会经过一个公园式的广场吧，就很多的绿植，然后看到这个古城的正门有一点点的小震撼。这里呢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价值还有文化意义。那从外面就完全感受到浓浓的历史氛围。从这里慢慢走过这个城门，然后有一种进入另外一个世界的感觉耶。那这里面呢有很多的古迹啦，就很像是东莞会馆、关帝庙、新安县衙，然后牌匾故事馆等等等等。我现在就在这个南头古城，对，应该没错。主要是在网上面爬文说这里有历史古迹，然后配有很多的很可爱的小店铺，所以呢就来这边逛逛。现在天气真的还不错，还好没下雨。那我们进去看逛吧。穿过了这个南城门，我就完全感觉到新旧交融的街巷风貌。这里呢感觉上是融合了一些新的概念的想法和传统风貌。那就是新的和旧的文化之间的那些碰撞吧，就让整个地方给我感受到一种活力。那里面穿插了各种各样的艺术展馆啦，然后有咖啡厅，各式各样的精品小店，然后庭院、小小博物馆、文创工坊、画像馆、数字展馆等等等等。那这里呢还蛮常举办大大小小的活动，所以来这边你可以感受到整个环境所带来的活力耶。那感觉到它整条街都处处会给我一些不一样的小惊喜，就很像隐藏在街巷中的城中绿洲嘞。那还有一些可爱的椅子啦，那这整个古城给我的感觉就是一个多元文化共存。至于要怎么走呢？那如果你从南城门进入的话呢，那就可以往这个中山南街就一直走到十字路口，然后往中山西街看一看，然后再往中山北街看一看，然后继续往中山东街走一走。这里其实不会很大，但是就聚集了很多不一样的商店，还有小小博物馆。那所以很多时候你就可以边走边看到一些小小的展览啦，还有一些小小的博物馆。那你可以进去参观，了解一下历史还有故事。我觉得这就是逛这边的一大好处哦，就是处处有惊喜的感觉。这一间名为
自在的店铺，我觉得非常的有趣嘞。这里非常的有文化气息，那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各式各样的字，有各式各样的姓氏，然后把这些姓氏呢变成一个非常有趣的伴手礼。特别喜欢这一个叫做自在瓶的，那它这边是写说一枚24K 镀金活字，由上世纪50年代的铸字机佩达老工匠铸造而成。那这个69元一个，我觉得价格还蛮合理的。那这里也有这个音乐盒，那音乐盒上面呢就搭配着一些姓氏，那我觉得这个也蛮适合当伴手礼的啦。那当然还有一些杯子啊、手机壳，然后印章等等，那这里的设计都还蛮不错的。有时间的话可以进来这边逛逛，买个伴手礼哦。来到了这个牌匾故事馆，这里主要是展示以前的牌匾啦。那有一些古代的商店的牌匾啦，然后一些状元的牌匾等等，其实还蛮有趣的。想要了解的话呢，旁边呢有文字的介绍，可以去了解更多。这里不会很大，绕一个圈就逛完了。之后呢，来到这个同源馆，这里的同源馆呢有分为 A、B、C、D 4馆，那这4个馆呢都坐落在不同的地方，而且都不是在同一个建筑物哦。那这一个就是山海同貌，里面有一个巨石，就是这个巨石吸引我进去的。那我们可以穿过这个被切开的石头，然后看看一些珠江口区域地理的演变过程。与我去的另外一个同源馆呢，名为经济同体，以陆地到海洋的渐进视角来观察珠江口区域的经济文化特征。那这里的底层透过投影趣味动画的方式来进行内容的讲述，内容主要呢是环绕在传统的海洋农业生产以及技术。那这里的室内给我的感觉其实还蛮暗的，所以走路的时候要小心哦。来到了2楼，相比之下呢，这里比较明亮啦，就有一个看起来非常好看的大船装置。船的背后呢是 LED 屏幕，上面展示出翻滚的海浪。那至于船的上面呢，则展示出各式各样的货物，还蛮特别的。我觉得非常有趣的是，这里面有一个衙门，让我想起以前看过包青天的连续剧里面所出现的这种衙门啊。那一进入这个县衙呢是免费的，那里面的面积呢不算很大。那我头脑里面呢就出现了那个声音，就是威武那个声音啦。那里面呢有一个关老爷的蜡像就坐在中间，上面还写着一个明镜高悬。这衙门给我的感觉就是一个小小的博物馆吧，给我一种穿越时空、身临其境的感觉嘞。我现在就在这里，它看起来就是一个 museum，我还蛮喜欢这里，就是它真的是参差了一些历史古迹，然后还有一些精品小店，然后还有一些咖啡店，还有一些卖一些糖水店都有。真的很特别，这里我还蛮喜欢的。肚子突然饿了，那想说来到这家香港非常有名的麦恩记中记面家。上一次呢去香港吃这家鲜虾云吞面还蛮难忘的，所以呢就决定再来吃这家入选米其林指南的云吞面店。这里的汤面系列呢有蛮多的选择的，有南乳猪手面、上汤银丝面、虾肉云吞面，然后面呢有分为塞蓉和打蓉。那价格方面呢有25到44元之间。那他们呢也有捞面的系列的，那有这个云吞牛腩捞面啊、虾子拉面等等。食物来了，那我个人还蛮喜欢细面的，就是咬起来还蛮有嚼劲。这里的云吞也果然名不虚传，云吞里面就是满满的虾肉啦，咬起来非常的 Q 弹呢。对了，必须提一下这里的工作人员的态度非常的好非常的亲切哦。
接下来来到这家冰妈糖水，这里每天只供应5款糖水，所以他们的 menu 呢，应该每天都是不一样的吧？那我来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了，所以呢，只剩下4款糖水，价格就介于27到30元之间。那里面呢有2层楼，位置不会很多，那但是空间还蛮 cozy 的，整个室内的空间就是木质调，温暖的感觉啦。这碗富煮薏米莲子，其实非常的大碗我真的非常喜欢吃他们的莲子，又大颗而且又好吃的，我也不懂怎么形容，但是就很好吃，甜度也刚刚好，不会太甜哦。至于晚上呢，我就乘搭地铁来到了福田区的星河 Coco Park。那这里非常的大感觉上如果在这边仔细的逛呢，可以逛好几个小时。这里完全是吃喝玩乐一站式的体验的购物广场吧。我也蛮喜欢这里的氛围的，它就是分为户外以及室内的部分，而且晚上还蛮热闹的，就感觉上会是当地人还蛮喜欢来的地方吧。那这里的每一层都有餐厅，那有港式的麻辣火锅啦，有各式各样的奶茶店，还有一个很漂亮的 Arabica 等等等等。来到了第2天的早上，我们决定吃饭店的早餐。饭店的早餐呢，就在大厅的旁边。那这里的位置不会很大，食物的选择其实也不会很多该有的基本都有啦。这里一眼望去呢，有培根啦，一些 hot dog， 然后鸡肉，一些炒蔬菜，然后有粥。这里也有现场制作的米粉或者河粉。那当天的口味方面呢，就有香菇乳酪、番茄鸡蛋和红烧牛肉。那这里也有一些炸薯条啦，一些面包，还有水果等等。沙拉方面就有土豆沙拉，然后蔬菜沙拉，还有番茄沙拉。至于喝的呢，就有咖啡啦，然后豆浆、牛奶，然后一些果汁。整体而言，我可以说是中规中矩，价格也蛮算合理的。吃饱了可以到楼下买咖啡或者果汁，如果想喝点好喝的咖啡的话呢，可以到饭店楼下的这家咖啡店买咖啡哦。这家店名为 Manner Coffee， 只需要扫码然后下单就可以了。那我当然点了我最爱的 Latte 配上 Oatmeal， 那也蛮好喝的。一切准备就绪，然后我们就出发到深圳北站。你可以乘搭地铁前往这个深圳北站。我来这边的主要目的呢是坐高铁前往厦门深圳北站的主要火车路线呢有高速动车主列车，就是高铁，每小时时速呢400公里，然后有动车主列车，就是第2块的列车，每个小时时速为250公里，还有一些普通列车啦。那我在12306的 APP 买了车票呢，只要你成功实名认证之后，其实一切都还蛮简单的啦。就进入车站之前，记得需要扫描你的护照，你才能够进入大厅哦。那之后你就可以根据大屏幕去选择相对应的进站口。检票口为 A 和 B， 那出发前呢，大概15分钟到20分钟前吧，你就可以开始排队了。扫描你的护照，你就可以进入啦，完全不需要打开车票的 APP。那它是根据你的护照上的名字还是号码吧，只需要扫描你的护照，你就可以进去了。今天乘坐的是和谐号，从深圳北站前往厦门站，车厢里面还蛮干净的。然后座位的分配呢是3和2。那我搭的这个火车上面可以放行李，位置也算是蛮宽阔的。至于厕所呢，有可以蹲的，也有可以坐的。出发之前非常的干净，但是出发后呢就越来越，自己想象吧。本次列车全面
好了，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啦，我们下集厦门见，拜拜啦。